年后复工第1周，我们去沪市总部开会。董事长看着去年的业绩表大笑。景行在港城待3年了，去年利润翻番，他立了头功。小宋啊，你和景行谈7年了，也该把人调回来办喜事了。高管们纷纷起哄。是啊，宋副总，7年长跑，总不能让人家小伙一直等你吧？我下意识地攥紧笔，以为在港城的1000多个日夜终于熬到了头。可宋时威闻言，将手指压在了那份已经打印好的调令上。周时宴调回总部，顾景行继续留任。他声音清冷，公事公办。周时宴资历浅，回总部学习对大家都好。景行，你总不希望我为了儿女私系落个处事不公的名声吧？我一个女孩子做到今天的位置，就要公私分明。会议室里的起哄声戛然而止。周时宴摆手，眼底是藏不住的欣喜。宋副总，这不合适。景行哥等了3年。宋时威侧头看我，语气温柔却字字诛心。景行，你一向有格局，肯定能理解我的决定，对吧？沪港两地不远，以后每个周末我都飞过去看你，带你最爱的蝴蝶酥。我望着周时宴手里那份原本属于我的调令，朝他点了点头。宋副总说的对，职场确实该公私分明。宋时威，沪港两地路远，你许诺的归途我不等了。散会时，沪市的天阴沉得厉害，众人都识趣的先行离开。周时宴却抱着文件夹，小跑到宋时威面前。他比宋时威高出半个头，此时却刻意弓着身子，眼眶微红，显得清秀又无辜。宋总，谢谢您给我的机会，只是景行哥那边，我怕他会误会，毕竟这位置原本应该是他的。宋时威头也没抬，继续把玩着我的手。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与我和你景行哥的私情无关。宋时威语气疏离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顾经理有自己的格局，不会像你一样乱了阵脚。周时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。是，我会努力的，景行哥。那港城那边就辛苦你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悄无声息地抽回了自己的手。直到周时宴消失，宋时威才慢条斯理地站起身。他理了理头发，拿过自己的羊绒大衣。生气了。周时宴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在总部系统性学习下，他才能长进。他早晚还会回港城的，我这也是在为你着想，到时候送给你一个精兵悍将。我没有反驳，站起身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然后又像哄孩子一样捏了捏我的下巴。走吧，我送你去酒店。地下车库里，我特意让人排队买的。他掰下一块，递到我唇边，可我却没像往常那样张开口。我没有口。他讪讪地收回了手，又想帮我系安全带，俯身凑近时，身上用的木质香水还是我去年送他那款，可他系带子时，那上面的黑色极简挂件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自然地将其扯掉。周时宴这小子昨天去领资料，非说这安全带勒脖子，自己弄了个挂件套上了。他随手将那团黑色扔到储物格，极其无奈。真是不让人省心，现在的男孩子比你们这些古板花哨多了。格子里原本放着我的过敏药，可如今那个小瓶子已经被挤到了角落里，里面有拆开的薄荷糖、进口香烟、定制打火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全是周时宴喜欢的。我想起在港城的1000多个日夜，为了见他一面，我周4会住在公司，周5处理一整天的文件，才能在6点前赶最后一班飞往沪市的航班。有时候因为雷雨天气延误，我就得在机场坐到天亮。他总说，景行，我们两地这么远，你其实不用跑得这么勤。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心疼我，现在才明白，宋时威或许是怕我撞破了他为别人准备的温床。宋时威没有察觉我的异样，他发动车子，神色如常。机票订好了吗？明天我就不送你了。周时宴要熟悉下流程，我得带他去各部门转转。他说的理所应当，他早就把我独自去机场当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我转过头，轻声开口：宋时威，我买过157张往返沪港的机票，每一张的终点都是你。但我妈临走前告诉我，如果一扇门敲了7年都不开，那就该换条路了。
宋时威猛地踩下刹车，随即伸手捏了捏我的脸。你妈那是心疼你，说的都是气话。机票钱我给你报销，刚刚在会议上我可是保证了，以后我飞去看你，不让你劳累了。他拿出一块巧克力，塞进我嘴里，本不属于我的甜在嘴里蔓延。乖，别在这个时候闹脾气了。等港城的项目结束，我一定接你回家。车子在酒店门前停下，宋时威连引擎都没熄，他看了眼表，又看向我。锦行，我下午真的忙，你自己上去休息吧。他凑近了些，想替我理一理，我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往后靠。7年为期，你要是做不到，我就不等你了。宋时威失笑，别说傻话了，锦行。港城那边吵，你记得按时吃药。我站在酒店门口，看着逐渐离开视线的车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我赌输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不等。翌日清晨，我准时出现在总公司，人事部看到我提交的婚嫁申请单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会意笑道：“恭喜啊，锦行，这10天的婚假我批了。我就说嘛，宋副总昨天就是意气用事，回去两人约个会，不就和好，愿意结婚了。”路过的同事听到他似是而非的调侃，半小时就把这事传遍了全公司。走到茶水间，几个相熟的高层对我致意：“景行，你和小宋你们俩可算修成正果了，到时候别忘了请我们喝喜酒。”我只是礼貌的微笑，既不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我还要去交接下工作，我们回聊。我去送最后一份报表，还没进董事长的门，隔着门缝就看到了让我呼吸停滞的画面。副总办公室里，周时宴站在桌子前，穿了件衬衫，故意解开胸前2颗扣子。宋时威正前倾俯身，手指摸到了他胸肌，他正极有耐心地帮他摆弄着衣服。这件衬衫不合适，下次别穿了。周时宴贴近，姿势暧昧。可人家想穿给姐姐看吗？宋时威无奈勾了勾他的鼻子。精兵悍将没培养成，倒养成了个麻烦精。我讽刺地看着屋内，抬手敲响了门。屋内的2人迅速分开。宋时威看到是我，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。景行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今天不该飞港城了吗？他看到我手里的东西，长舒了一口气。还有报表没送来啊？这种小事儿让周时宴去拿就好。宋时威伸手去接，周时宴先一步接了过去。这种跑腿的活我来就行。微微姐刚刚还夸我学得快，活干得好呢。宋时威点点头。时宴说的对，景行，他确实是个好苗子。那一刻，仿佛2人真是办公室好师徒。就在这时，董事长推门而入。微微，行啊，小顾的婚假申请都到我这儿了。你们小两口打算在港城办，还是在沪市办？咱们公司这一对金童玉女，可得把婚事办好。宋时威的手猛地僵住，他抬眸看我，先是震惊，随即眼中染上了怒意。董事长，我们的私事还没定呢，您别听风就是雨的。董事长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像是看出了状况不对，借故离去。大门关上，宋时威站起身靠近我。顾景行，你长本事了，把分假申请递了上去。你现在这样，是要逼婚吗？你不是想说啊？你不是总说自己是新时代男性吗？怎么也开始催婚逼我了？他毫不掩饰地训斥我。周时宴站在旁边。景行哥，原来你提交婚假了呀？可是宋总下午还要带我去考察场地，他没办法陪你准备婚事啊。宋时威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随手扔掉了桌上的咖啡杯。那个杯子是我去 DIY 送给他的。时宴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下午的行程不变，你先去忙吧。周时宴挑眉。好啊，宋总，我们老地方见。说罢，朝我意味深长地扯出一抹笑。宋时威扯了扯袖口，放软了声音：“景行，收起你那些小心思。我现在是事业上升期，不会为了这些私事打乱自己的计划。要么你用请的假去旅个游，好好休息，花销全都算我的。如果你执意结婚，那新娘你自己去找吧。”我并未像往常那样妥协，迎着他的目光，没说和你结。忙碌了1周，我甚至快要忘了宋时威这个人。他好几天没理我了，他在等我低头，等我像以前那样诚惶诚恐地发消息去哄他。可我乐得清静，
甚至空闲时去吹了吹久违的海风。我更喜欢护市，这里的风缱绻温柔，不像港城那的风潮湿，带着一种破碎感。在港城的3年，我始终都是的异乡客，无数次在深夜惊醒，耳边只有宋时威在海边许下的誓言。直到周五下午，他主动发来一条信息：晚上7点，外滩某某餐厅，7周年快乐。我看着那5个字，心中微微动摇。到底7年，最后一次。护市外滩，霓虹忽明忽暗，映在了宋时威深情的脸上。他推过来一个礼物盒，锦行，7周年快乐。我指尖刚碰到盒子，他的手机就震了起来，屏幕上实验2个字格外刺眼。宋时威接通了电话，周时验带着哭腔的声音瞬间传来。宋总，我住的地方停电了，我联系不上物业，刚才撞到了头，流了好多的血。宋时威的眼神瞬间变了，他握紧手机，声音里满是焦灼。有血了吗？严重吗？创可贴有吗？你先别乱动。好一个贴心的3连问，我收回了手，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。他似乎完全忘了对面的我，直到周时验在那边再次惊呼。宋时威抬起头，语气虽然温和，却早已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锦行，时验一个人在护市租房子不容易，他肯定被吓坏了。他应付不来，我必须马上过去一趟。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会儿？他没等我回答，已经起身拿起外套，匆匆地走出餐厅。我在港城一个人住，一个谈生意应酬，一个人苦苦煎熬。那段日子里，他从未出现在我身边。其实我早就学会不需要他了。半小时后，额头贴着创可贴的周时验出现在桌前，羞涩地躲在宋时威身后。庆幸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太笨了，打扰你们过纪念日了。宋时威为他拉开椅子，顺势坐在了他身边。锦行，时验毕竟和你共事过，你让他别太拘束了。侍者开始上菜，宋时威抬手拦住了那盘焗蜗牛。撤掉吧，换成鱼汤。那是他以前每次约会都会给我点的菜。锦行，你胃不好，晚上别吃太腻，陪时验吃点清淡的。我甚至不知道胃不好的人到底是谁。他点了一份黑松露牛排，亲手切下一块放进我的盘子里。锦行，你多补补，你在港城太辛苦了。我盯着那块东西，喉咙酸涩。宋时威忘了我对他过敏。去港城前，我误食黑松露被送进了 ICU。他在病床前发誓，再也不会让这种吃的出现在我面前。与此同时，他正低着头，极有耐心地给周时验挑配菜。时验，你肠胃弱，吃不惯就不逞强。我拿起叉子，面无表情地将牛排扔进垃圾桶。宋时威正愣地看着我，皱了皱眉。你又在闹什么？我黑松露过敏，我想我有不吃的权利吧。宋时威心虚地挪开视线。我当然记得，就是一时没想起来。我头都没抬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再也没泛起波澜。宋时威还想说点什么，周时验手打滑，弄洒了碗里的汤。我的裤子。他鼻翼抽动，满眼心疼。宋时威反应很快，直接抓过我手旁用带子套住的丝巾，那是我送他的7周年礼物，在港城熬了好几晚秀的。他抽出丝巾，擦拭着他的裤子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条裤子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谢谢宋总，喜欢这条裤子还不是因为送我的人好吗？我看着周时验的这些小心机，和宋时威的乐在其中，只觉得曾经的自己真是眼瞎心盲。宋时威擦完后，随手将那丝巾扔在了桌子上。他抬头看向我，见我看着那团，有点不耐烦。对不起，一条帕子而已，周时验的裤子弄脏了他会心疼的，毕竟他工作不久，没什么存款。你一向有格局，别为这种小事跟我闹脾气好吗？我自嘲地勾起唇角。没关系，物尽其用。我起身径直去前台结了账。宋时威追出来，想牵我的手。锦行，明天我补偿你一条更好的。我侧开身。宋时威，我们没有明天了。全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别闹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我转过身，没再看他。听着宋时威的脚步声逐渐远去，我望着江面出神。7年彻底结束了，今年来赴约也不过是想给自己的7年光阴告个别。是什么时候彻底死心的呢？是从照顾完宋时威胃出血的第2天，我连夜赶回港城，刚下飞机，手机就突然响起，是医院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护士语气焦急，说我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已经进了抢救室，让我立刻过去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手脚冰凉。第一个拨通的还是宋时威的电话，我甚至忘了前一天的失望，忘了他的呢喃着别人的名字，只想着我现在很害怕，我需要他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
那边传来的却不是宋时微的声音，是周时宴带着笑意的调侃：“景行哥，找微微姐吗？她正陪我庆祝升职呢，忙得很。”紧接着，宋时微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不耐烦：“景行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和时宴在庆功宴上，有什么事快说。”我攥着手机，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，声音颤抖：“我妈进抢救室了，在市医院，我现在在候机，你能不能先去一趟？”那边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传来宋时微的轻斥：“抢救室不是一直是肺炎吗？多大点事，你自己处理不就行了？我这边还在应酬呢，走不开。时宴刚毕业，不懂这些，我得带着他。”他的话像一把冰锥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。我母亲病重，他关心的却是他的周时宴。我听见电话那头，周时宴轻声说：“微微姐，等庆功宴结束，我们去吃那家新开的甜品店吧。你说过想吃很久了。”宋时微的声音立刻软了下来，对着电话那头的我说：“行了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。你自己照顾好你妈，别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。”电话被匆匆挂断，听筒里传来忙音，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我忽然觉得无比可笑。我为了这个女人，远赴港城3年，付出了7年的青春。可在我母亲病危的时候，她连一句关心都没有，甚至还在想着陪别的男人去吃甜品。下了飞机，我失魂落魄的往医院跑，刚到门口，就看见许之迷的车停在那里。他撑着一把伞，站在雨里，看见我，立刻迎上来，手里拿着办好的住院手续。我接到医院的电话，就先过来了，手续都办好了，我已经帮你联系了最好的医生。我看着他，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贴在脸颊上，他却毫不在意，只是伸手扶着我。别慌，有我在。那一天，许之迷一直陪在医院里，帮我跑前跑后，缴费、拿药、安慰我，甚至在抢救室外握着我的手，给我力量。而宋时微自始至终没有出现，抢救室的灯最终还是灭了。医生摇了摇头，说尽力了。我看着母亲被推出来，那张熟悉的脸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。我想起母亲最后对我说的话：“小行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执着包容。但是如果一扇门敲了7年都不开，那就该换条路了。”我瘫坐在地上，悲痛欲绝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许之迷蹲下来，轻轻抱住我，拍着我的背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陪着我哭。他的怀抱很暖，是我那天唯一的依靠。母亲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宋时微终究还是没来，只是派了一个助理，送了一个花圈，连一句慰问都没有。而我后来才知道，母亲葬礼的那天，宋时微正陪着周时宴在迪士尼玩，还在朋友圈发了合照，配文恭喜阿燕升职加薪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为你骄傲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对宋时微的念想彻底消失了。7年的深情，7年的付出，在母亲离世的那一刻，在宋时微的冷漠与暧昧中彻底化为乌有。灵堂里，许之迷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帮我打理后事，安慰前来吊唁的亲友，给我递水、擦泪，默默做着所有的事。他像一道暖阳，在我最黑暗、最绝望的时候，始终守在我身边，从未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嘴上的甜言蜜语，不是敷衍的承诺，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陪伴，是在你悲痛的时候默默的守护。宋时微给我的从来都不是爱，只是利用，而许之迷给我的才是最真实、最温暖的陪伴。这场7年的梦终于在母亲离世的那一刻醒了，而我也终于决定放下过去，不再回头。护士的晚风裹着江水的凉意，贴在皮肤上，像极了这些年宋时微留给我的那些若有似无的温柔，凉薄又虚浮。我沿着黄浦江走了很久，口袋里的手机震了又震，没有宋时微一句道歉，只有许之迷的消息，一条接一条，没有追问，只有轻声的惦念。江边风大，别站太久。我在你常去的那家清吧，温了姜茶，等你。我终究是没有拒绝，打车到了那家藏在老巷子里的清吧。暖黄的灯光漫过窗沿，许之迷就坐在靠窗的老位置，面前摆着2杯冒着热气的姜茶。见我进来，他抬眸笑了笑，眉眼温柔的像揉碎了的月光，伸手推过一杯茶。刚温的，喝了驱寒，别冻着了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指尖攥住温热的杯壁，冰凉的指尖终于有了一丝暖意，喉间的酸涩却翻涌的厉害。7年的时光像被江风吹散的雾，突然就涌上来，在眼前铺展开来。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和心酸，在他温柔的目光里再也撑不住了。我是不是很傻？我率先开口，声音带着未散的沙哑。守着7年的感情，到最后连一顿完整的7周年纪念日晚餐都留不住。许之迷没有急着回答，只是轻轻摩挲着杯沿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全然的理解，没有半分同情，只有心疼。我不觉得你傻，我只觉得你太执着。从大学到现在，你的每一份付出，
我都看在眼里。他的话像一把温柔的钥匙，撬开了我尘封已久的心扉。我以为我的付出只有我自己记着，却没想到一直有一个人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默默看着我的所有欢喜与心酸。对着许之迷，我终于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做一个会委屈、会难过的普通人。我抬头看着许之迷，这个即将在第2天就要成为我妻子的女人，眼眶发热。为什么选择跟我结婚呢？之迷，为什么选择拯救我呢？许之迷看着我，眼底翻涌着藏了7年的情意，不再遮掩，不再躲闪。因为我喜欢你，景行。从7年前那场商业宴会上，你笑着帮我挡酒解围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我看着你喜欢宋时威，看着你为他付出所有，我不敢打扰，只能默默陪在你身边，等你累了，等你回头，等你看见，我一直在。他的告白像一束暖阳，劈开了我7年的黑暗，照进了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底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藏了7年的深情，有全然的理解，有不求回报的守护。这是宋时威从未给过我的最真实、最温暖的情谊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港城生病的那些日子，是他隔着千里寄来特效药；在我因为宋时威的冷漠难过时，是他陪我喝酒聊天，默默听我倾诉；在我一次次奔赴护士，又一次次失望而归时，是他发来消息说累了就回来，我在。这些年，我被宋时威的甜言蜜语蒙蔽了双眼，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陪伴。我以为我守着的是7年的深情，却不知真正的深情一直就在我身边。我往前倾身，伸手轻轻握住他的手，他的手温温的，和他的人一样，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认真地说出藏在心底的话。那是我第一次放下所有的执着，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之迷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以前一直盯着前方，忘了回头，忘了你才是那个真正懂我、疼我的人。7年的时光，我为宋时威画地为牢。现在我想走出来了，我不敢说立刻就能忘掉过去，但我想试着靠近你，试着回应你的心意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许之迷的眼睛瞬间红了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却笑着点了点头，用力握住我的手，指尖的温度透过掌心传到心底，驱散了所有的凉意。我愿意，景行，不管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等你放下过去，等你敞开心扉，等你真正爱上我。江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带着淡淡的桂花香，暖黄的灯光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，温柔的不像话。7年的执着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归处。我看着许之迷温柔的眉眼，忽然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不是敷衍的承诺，而是彼此理解，彼此守护。是你一回头，那人便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很久很久。我轻轻擦去他脸上的眼泪，指尖拂过他的脸颊，带着小心翼翼的真实。之明，往后的路我不想再一个人走了，想和你一起。他靠在我的掌心，笑着点头，眼里的星光比窗外的江景还要明亮。那一刻，护士的江风终于吹走了我7年的阴霾，而我的心也终于落在了那个一直守着我的人身上。第2天，宋时威的电话打过来时，我正在试西装。景行，等会儿我有个婚宴去参加，得准备一下，今天不陪你逛街了。我语气平静。好。他顿了顿，似乎觉得理亏，又补了一句：周时宴没见过这种大世面，我想带他去学习下。这种场合你早就腻了，去了也是应酬，不如好好休息。乖，我晚上陪你，给你带你夜宵回去。我握着手机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面如冠玉。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我转头看向一旁的伴郎。领带带正一点吧，我想打扮的帅气一些。许家婚宴定在沪市最高级的酒店。宋时威挽着周时宴到场时，确实惊艳了不少人。周时宴笑得明媚，站在宋时威旁边，郎才女貌。有人凑过去打趣他：宋副总，这位就是那位跟了你7年的男人。宋时威没有解释，模棱两可的笑了笑。周时宴大方地挽紧了他，对着众人点头行礼。宋时威扫了一眼，不知为何，他心里空落落的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，那里面空无一物。平时他应酬，顾影行都会提前给他点外卖，准备醒酒药的。仪式开始，灯光都暗了下去，所有人的注意力汇聚到门口。下面欢迎我们的新郎入场。大门开启，宋时威正漫不经心地走神，可他看清那道身影时，手中的酒杯竟摔了下去。我穿着新郎服，缓缓入场。宋时威脸色惨白，不过短短几秒，他死死盯着我。景行。宋时威站在原地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周时宴也死死拽着他，提醒他不要失态。景行。宋时威终于清醒过来，嗓音沙哑。他推开周时宴，大步朝我冲过来。顾影行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为了气我，你居然联手别的女人演这种戏。他盯着我身上的新郎服，眼底全是愤怒。我还没说话，
许之迷就已经将我护在了身后。宋小姐在我的婚礼上闹事，这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和贵公司是有生意往来，但我记得我们才是甲方啊。宋时威冷笑出声，目光不屑地扫过许之迷。许之迷，收起你那套官腔，也用不着威胁我。景行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你是不是威胁他了？他转头看向我，语气笃定。顾影行，脱了这身衣服跟我走。我知道这些年让你待在港城受了委屈，但我那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你现在随便找个女人就想结婚了，是在糟蹋你自己，你懂吗？他许之迷就是个交际花，在护士这几年，怎么可能没听到过他的作风？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应当的模样，皱了皱眉。我和许之迷是青梅竹马，自幼相识。若是他陪我回一次家，早就认识他了。可是7年了，我无数次提过带他回姑家见我爸妈，他总是冷着脸，说他不喜欢过早与我父母见面，多一堆的繁文缛节，还说要先靠自己的本事闯出来，不想让我爸妈把他当成小女孩。他所谓的本事，就是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我求父母暗中给他的资源，然后用自己现在的权势去捧别的男人。宋时威，我开口，声音在宴会厅内回荡。不好意思，你还没重要到值得我抛下我的新娘跟你走的地步。你在护士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许家和顾家原本就是世交吗？我和许之迷的婚约早就存在了，但是我相信你能给我一个家，所以从未同意过。宋时威愣住了，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婚约？你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是顾家的少爷？他身后的周时宴也跟着小声附和。景行哥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撒这种谎很容易被戳穿的。我和宋时威是在大学认识的，我不喜欢张扬，所以大学里面从没有让司机接送过，自然而然宋时威也不知道我的事情。许之迷勾起唇角，他抬了抬手，两名秘书立刻走上前。宋小姐，这是顾氏集团顾董的亲笔贺信，还有顾家股份转让。一份文件被递到宋时威眼前，宋时威死死盯着那上面的字迹。为了气你，让我跟景行演戏结婚。许之迷像看一个笑话一样看着宋时威，你把自己看得也太重要了，你不过是一个靠着景行才站稳脚跟的白眼狼。宋时威瞳孔剧烈收缩，他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猛地抬头盯着我发问：你是顾家大少爷，既然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要在港城吃苦？为什么要看着我为了几百万的单子去陪酒？顾影行，你骗了我整整7年啊！你看着我像个小丑一样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？他越说越激动，甚至想冲上来薅我衣服。你现在又为了报复我，故意在这羞辱我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！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心里只感到厌恶。他从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他只觉得错都在我。许之迷眼神清冷，攥住宋时威的领口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他去陪酒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，为了给你拉拢人脉？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好意思说景行隐瞒身份吗？宋时威，你这种女人根本不配和景行在一起。宋时威眼神躲闪，但他还是强装镇定。先不说这些，我就问你，景行，你今天是铁了心要和别的女人结婚，不跟我走吗？见我不为所动，他看着我，眼眶猩红，声音里竟然带了一丝祈求。景行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让你等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今年就准备结婚，7年了，你不可能真的爱上别人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当着他的面紧紧牵着许之迷的手。宋时威，你想多了，我不爱你。场内开始响起议论声。原来她就是那个靠顾少爷资源上位的女人啊。泽，你没看见她带着别的男人出席吗？估计是有钱了，有了小白脸。宋时威听着那些话，羞愧的红了脸，他张了张嘴，还在试图维持他那点尊严。不是这样的，景行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顾家的儿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家境普通。不是的，跟这些没关系，我就是想努力做得更出色，再去见你的父母。我带周时宴来，也只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在场的人都不傻，又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。台下不知是谁轻笑了一声。宋副总，想必您不知道今天结婚的主角是谁，出席这种场合也没想着带正牌男友来。说话的是宋时威的一个合作方，我的好友。他眼神轻蔑。我和你之间的合作就是景行促成的，我也纳闷，你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顾家少爷为你做这么多？你身边那个身上的限定款是你买的吧？不然一个小员工怎么买得起？幸好景行没有娶了你，娶了你这种人才是倒了8辈子霉。周时宴仓皇后退几步，裤腿蹭到了桌角。时薇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这条裤子这么贵，你说送我就穿来了。这句话彻底撕开了宋时威的遮羞布。宋时威推开周时宴，害得他险些摔倒。他死死盯着我，眼底满是惊慌。景行，那是他非要的，我只是随手，对，我只是随手给他买的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会给你买个10件8件的，绝对比他的好。
你以前从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，你一向有格局的，不是吗？就别跟我计较这次了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可笑。什么格局？这2个字就像枷锁一样。宋时威，我不是用来让你糟蹋的，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我嘲讽地笑了笑。怎么，给你的小徒弟买裤子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？一次又一次为了你那弱不禁风的阿燕中断约会，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毕业后，我说了那么多次，我父母想见见你，可你呢？你有正面回答过吗？哪怕是过年过节，哪怕是我妈病重的时候，你有出现过吗？宋时威的脸色惨白，他喃喃着：你妈妈生病的时候，我在谈一个跨国大单，我实在是走不开。我以为肺炎不严重的，就是感冒。跨国大单？许之迷突然开口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那个单子是顾老先生看在景行的面子上，亲自给对方总裁打的电话。你以为是你能力出众？没有景行，你现在连进这个门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又不是护士的人，大学毕业3年就当上副总，简直是做梦。周围宾客看他的眼神变了，在这个圈子里可以追名逐利，但是没人看得起背叛人的白眼狼。这种人怎么进来的？顾少这种货色留在护士，怕是会污染了大家的眼睛吧？几位和我家交好的企业开了口。宋时威慌了，他踉跄着想冲上前去解释。景行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相爱了7年啊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。你不是说想去看极光吗？我马上就订票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跟我离开这里吧。他颤抖着掏出手机，手滑了好几次，差点摔在地上。可是屏幕一解锁，打开的却是隐私空间。我瞥了眼，看见了里面有好多张周时宴的照片。哎呀，薇薇姐，我们那样子的照片你怎么还保留了啊？我不好意思啊。周时宴目光狡黠，他的小动作被我尽收眼底，可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我冷冷看着他们，就当在看2个跳梁小丑。极光我去年已经看过了。宋时威目瞪口呆，僵在原地。和许之迷一起7年，那就当我浪费时间养了一条养不熟的狗喽。许之迷不再同他废话，朝保镖挥了挥手。几名身形魁梧的保镖上前，把宋时威围了起来。放开我，顾影行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和许之迷在一起只是联姻，豪门联姻是不幸福的，他不会真心对你的。周时宴见情况不妙，想趁乱溜走，却被2位贵公子拦住了去路。别急着走啊，小白脸，你就是那个家里停个电都要害怕的打电话找别人女朋友的废物吧？你这个手表是景行的吧？领带好像也是景行的，先把这些东西摘下来再滚。这2个是我们送给景行的，都是定制款，有编号的，别想着狡辩。周时宴尖叫一声，捂着身上的饰品，瘫坐在地。我别过头，不再看这2个人。婚宴圆满落幕，许之迷始终牵着我的手。回到家时，他为我端了杯咖啡，语气温柔。景行，你还难过吗？我摇摇头，看着窗外奔流不息的河水。只是觉得这7年我真瞎啊。我的手机从婚礼开始就响个不停，我知道是宋时威发来的忏悔短信。高傲时不可一世，落魄时又这样卑微如泥。现在想来，他似乎没有那么多值得我爱的地方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许之迷的面将他拉入了黑名单。我刚关上屏幕，人事部的朋友又打来了电话。景行，不，顾先生，宋时威刚才回公司发了疯，把我们的办公室全砸了。他埋怨我们为什么给你批婚假，却不告诉他实情，甚至闹到了董事长那里。我握着手机，转头看向身侧的许之迷。我想回公司一趟，有些事情今天必须要说明白。许之迷没多问，拿过车钥匙，换好了衣服。我陪你去。半小时后，集团总部顶层电梯门一开，入目便是满地狼藉。宋时威跌坐在地，手里拿着那份婚假申请。10几个还没下班的员工围在远处，对着他指指点点。顾影行，你让顾影行出来！他对着人事部经理嘶吼，声音嘶哑。你们凭什么瞒着我？凭什么给他批婚假？他是我的，我们谈了7年了，他怎么可能娶了别人？宋时威，闹够了吗？宋时威浑身一僵，猛地抬头，看见我的一瞬间，他连滚带爬的扑过来。可是许之迷长臂一揽，把我藏在了身后。景行，景行，你听我说。宋时威掏出了口袋里的一堆订单，这些机票我都看了。那次港城台风，你被困在机场1夜，你说你在加班，不能来看我了。还有去年我喝酒喝多了胃出血，你大半夜砸开我的门，你说来总公司办事情，顺路看我。他大口喘着气，眼泪噼里啪啦落了下来。我知道
你还是爱我的，我们的曾经那么美好，你不爱我，又怎么会那样对我呢？我真该死啊！我之前竟然一直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景行。我垂眸看着他，语气平淡。这些还能证明什么呢？机票确实是我买的，可路却是我一个人走的。我被困机场那一夜，你正陪着周时宴吃火锅。你胃出血那一晚，我送你到医院，你烧得迷迷糊糊，喊的名字是阿燕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阿燕是周时宴的小名。周时宴是新来的实习生不假，但是他是你导师的学生，所以你们早就认识了，对吗？围观的同事发出一阵阵唏嘘，和我关系好的人甚至红了眼眶。宋时威真不是人，靠着景行哥的资源，还这么糟蹋人家。天哪，景行哥在港城那几年原来这么苦。宋时威拼命摇头，语无伦次。不，这些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把他当弟弟照顾。景行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最爱的人只有你。我厌恶地看着他，7年情谊在这一刻全部消耗殆尽。别装了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真的很让人厌烦。我上前一步，死死盯着他。你与周时宴的所作所为到底有没有越界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不过是仗着我的喜欢，肆无忌惮地跟周时宴暧昧。你以为人人都是傻子？高低也是个公司副总，别一天到晚撒泼打滚丢人现眼，给自己留点体面吧。宋时威彻底颓废，瘫坐在地。我只是想让你看看，我有本事能在护士闯出名声来。哼，你本事大得很。董事长的声音从电梯口传来，冰冷威严。你挪用公司账目给周时宴买房买车，这也是你的本事吗？宋时威猛地瞪大眼睛，脸色变成了死灰。董事长，我不用解释了。董事长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转头看向人事部经理，通知法务部走法律程序，按规矩办事。还有，通知全行业，宋时威这个人最好永不录用。宋时威眼里的希望一点点熄灭了，他伸手想抓我的手，被许之迷一把拽开。我会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别用你的脏手碰他。许之迷牵住我的手。宋小姐，有一点你搞错了，景行娶了我不是联姻，是我许之迷暗恋了他整整7年。宋时威呆愣愣地看着我们相拥离去，泪眼模糊。这3天是我这7年来过的最安稳的日子，没有港城潮湿的空气，更没有无止境的等待。早晨醒来，阳光洒在床头，许之迷会从身后拥住我，让我真的感受到的伴侣的存在，而不是等待。然而宋时威的世界却在这3天里彻底崩塌。公司审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他挪用公款给周时宴买了一套公寓，房子被法院封存。听说那天周时宴不顾形象的在售楼处撒泼，甚至在公司里大骂宋时威是个骗子，害他背上了知情挪用的罪过。宋时威去找他，却被周时宴带人打出了家门。周时宴站在台阶上，把宋时威送他的那些廉价礼物全部扔了出去。宋时威，你连个经理都不是了，还拿什么养我？他疯了一样去找我，去公司围堵，却被保安拦在门外。顾先生早就辞职了，宋小姐，别再让自己更难看了。接下来等待宋时威的是法律的判决。我和许之迷早就飞了欧洲，去接手这边的家族生意，短时间内不会再回国了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远处连绵的雪山，手中的咖啡氤氲着热气。许之迷从身后将下巴抵在我的肩头，声音宠溺：在想什么？这里的风吹得还舒服吗？我放下杯子，顺势把他搂在怀里，轻轻勾起唇角。再想，原来正确的归宿从来不需要卑微的去求，去求来的终归也不是我的。此时的国内，宋时威或许在悔恨中反复煎熬吧，但那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我已经走出了99步，最后一步我没有力气了。是他亲手埋葬了我的7年，旧号码被我丢进了湖水里，连同旧梦一起沉底吧。许之迷握紧我的手，十指紧扣。景行，我们下午一起去滑雪吧。我抬头看见初雪簌簌落下，掩盖了世间所有尘埃。长风吹过山岗，却不渡往事。我有明月入怀，再也不会回头。